张遮这辈子最坦荡的一瞬，是谢薇问他是否主意江雪宁，而他给出肯定答案的时候。但是谢薇听了，却轻嗤一声，冷淡地说道：你若心有顾忌，还是别去招惹他了。这一世只有谢薇看穿了张遮。谢薇要杀的不是张遮上一世，江雪宁是皇后，与薛叔斗得厉害，多有用得着周银之的地方。周银之一心想铲除张遮，张遮则一力要收回刑狱之权。于是江雪宁一有机会就捉弄张遮，给他气受，使他难堪。张遮招惹不起，一味忍让，江雪宁却不见好就收，反而越发得寸进尺，直到把自己的心也赔了进去。周银之出卖了张遮和江雪宁，又有一亲不成的姚熙之父推波助澜，张遮被投入大狱。张遮家贫，因擅断刑狱被破格提拔，进朝廷当了官。他的上司叫陈莹，是出了名的酷吏。谢薇对陈莹的评价是可用不可信。陈莹向来不管旁人死活，只一心揣度上面人的心思。他与张遮针锋相对，张遮一入狱就遭到了陈莹和周银之的严刑拷打。张遮的母亲日夜忧心独子安危，忧困病倒，无人照顾，终至不治。审理张遮一案的官员皆不愿下笔为其定罪，朝中亦多有为其求情者。张遮严明治律，请狱卒铺上笔墨后，一字一句地自述其罪，处己极刑，秋后问斩。判词上呈三思，半个朝廷都在叹息。江雪宁悔之痛之，在生命的最后求谢薇放过张遮。4年前，谢薇假称自己是江府远房亲戚，与江雪宁一同上京。那时江雪宁刚知道自己的身世，生怕被来接她的仆妇看清，端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架子颐指气使，故意打翻谢薇的茶盏，撕坏谢薇的琴谱。他们一行人半路遇到了劫杀，大家都跑散了。谢薇犯了离魂症，受困于荒野，是江雪宁带着她走出深山，等来了找寻他们的周银之。谢薇喜欢江雪宁，从江雪宁滴血救她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只是江雪宁上一世自荐枕席不成，又因谢薇逼宫而自杀，这一世便有了自知之明，对她更多的是防备和恐惧。燕林举兵造反后，谢薇曾苦苦挽留江雪宁，说苦果亦是果。江雪宁听了，上一世的怨与恨，这一世的竟与为无法自抑的奔涌而出。她红了眼，厉声质问道：倘若你杀过我呢？谢薇望着江雪宁发红的眼眶，有一刹的茫然。她紧抿着唇，将短刀递到江雪宁的手里，说：来，杀我。锋锐的刀刃没入，鲜血涌出，晕染了谢薇的衣袍。江雪宁留了下来，事后谢薇什么都没问。谢薇太聪明了，所以愿意糊涂。江雪宁有秘密于她而言并无妨碍，她要的是江雪宁释怀。因此谢薇不会当着江雪宁的面杀张遮，她知道若这么做了，江雪宁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她。张遮与谢薇不同，他爱重江雪宁，却也放不下母亲上一世的惨死，认为两个人若有隔阂便不能长久，因此从不表达爱意。平南王作乱，谢薇杀了龚宜城，以其为饵引逆党去救。龚宜城是平南王2大谋臣之一，另一位是杜君山人。逆党劫狱，张遮扮作杜君山人，遇到了偷偷看望燕林的江雪宁。形势紧迫，他只好带着江雪宁出城。周银之平定叛乱，发现江雪宁不见了，赶紧去找谢薇。谢薇通知暗装小宝，小宝年纪虽小，办事却很机灵。他给江雪宁下了毒，带他脱离逆党去永定药铺看病。江雪宁发现永定药铺没有朝廷接应一事，猜到是谢薇想救他，却不管张遮死活，于是赶去通州府衙搬救兵。薛远父子带兵剿匪，与衙役将逆党团团围住。谢薇引荐，江雪宁急得挡在张遮身前，却不知谢薇的箭射的是薛定飞。听说儿子薛定飞还活着，定国公薛远脸上忌惮、心虚等情绪一一闪过，他虽勉强克制住了杀意，但笑起来比哭还难看。20年前，薛定飞被薛远的姐姐薛太后推出去送死，平南王留了他一命，给他改名谢薇，找了个食不果腹的小乞丐替代。薛远叫薛定飞回家吃饭，薛远第2日才去。席间，他以污言秽语折辱薛叔，被盛怒之下的薛叔命人打了一顿。
薛定飞挂了彩，爬到院墙上控诉薛世容不下他，闹得邻里皆知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从青楼出来，直奔皇宫告状。冠会审时度势的薛定飞知谢威要除掉薛氏，自打回京后，他便把定国公府折腾得鸡飞狗叫，整个薛氏原本就不大好的名声，在他的糟践下更是一落千丈。当年薛定飞是替沈郎去死，他进宫闹，沈郎不能不管，立刻叫人去宣薛氏上下入宫听讯。薛叔怕毁了清白名声，哑巴吃黄连，不肯说出薛定飞骂他的话。沈郎拨给薛定飞一对亲卫护他安危，责令薛远惩戒下人，凡是对薛定飞动过手的都被杖责50，打得血肉模糊才算了事。经此一事，旁人认清薛定飞才是未来的定国公，便不如从前那般捧着薛定飞同父异母的弟弟薛烨了。正逢大月来时，沈郎欲让妹妹沈芷依和亲，江雪宁推动市井之意，试图阻止。有个叫翁昂的世子上京赶考，久至正酣时，放言薛氏郎子野心，就该让薛叔去和亲。此话传到薛烨耳朵里，他使银子找了混混教训翁昂。周银之抓了那帮混混，没出半个时辰就拿到了供词。定国公府犯了众怒，人人唾骂。出了这等事后，京中无人敢娶薛叔。薛叔极恨江雪宁，借着通州之事给江雪宁泼脏水，说他与张遮、薛定飞有染，以此影响江雪宁和江雪慧的名声。薛叔想着扯下江雪慧就能取而代之嫁给沈介，避免和亲的命运。早年沈郎登基，江雪宁的父亲也算从龙有功，他为女儿鸣不平，更是让朝野厌恶薛氏。薛太后知道后，一巴掌扇到薛叔脸上，大骂：我薛氏势大，若将你送去和亲，皇帝心里只怕也跟扎了刺似的，要防备着薛氏和大越勾结，谋朝篡位。可你倒好，硬生生将刀递到皇帝手里，让他有了先削弱薛氏的借口。为了堵住悠悠之口，薛远和薛太后准备送薛叔和亲。薛叔不愿，爬上了沈郎的龙床，获封贵妃。他还没高兴几天，燕翎和谢威造反，一路势如破竹。金銮殿上，平南王揭穿了谢威的身份。薛远喜极而泣，高喊都是血亲，该要留些情面。谢威居高临下的看着薛远，三箭射杀转身要逃的薛远。薛烨扑向谢威，还没靠近就被侍卫一刀捅死。薛太后被人从密室中揪出，拖到沈郎面前，谢威让他们2选1。薛太后突然惊叫，看着举刀的沈郎连呼报应，声音在最尖锐高亢时戛然而止。谢威要屠薛氏全族，沈郎提刀逼向薛叔。薛叔眼底含泪，看向沈郎：你以为你能逃吗？沈郎听了，将刀拔出，又在薛叔喉咙上割了一刀，让他再也发不出半点声音。薛氏寂灭，谢威手起刀落，沈郎身首异处。唯有薛定飞在朝中混了个礼部的闲职，结交了一帮不务正业的权贵子弟，日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。